们到底要干什么？血清匹配度97%，就是这个。什么血清？你们找错人了！反应时间12秒，比上一批快。你们给我注射了什么？你没资格知道。有东西在电我！救命！这片不是我们的实验场，你的尸体会喂出更好的样本。我没死，不对，我这是……恭喜宿主觉醒，无限吞噬净化系统，吞噬生物获取能量即可不断净化。当前状态1级电鳗，体长0.1米。系统无限吞噬进化，吞噬足够能量即可进化。1阶电鳗，2阶化蛟，3阶化龙，最高可化身灭世雷龙。进化，只要进化，我就能查清这一切，让那帮杂碎付出代价。成功吞噬小鱼，能量值加0.02。恭喜宿主达成成就，第1口奖励净化点10点。外面什么情况？隔离区失控了，所有人撤了！这是什么东西？玻璃要碎了。火力不够，请求支援！请求！我不能死在这儿，我才刚活过来。那条电鳗身上有最新的研究成果，不能让它跑了。血清，原来他们给我注射的是研究站里造出来的东西。异常处理部李部长，我们接到警报后先到了，现场初步判断是一个偷猎中转窝点。偷猎？这火怎么起的？初步看是化学品遇火燃起，外围抓到一个带枪伤的，里面应该还有人。你们是来处理变异生物的？对，这片水域在我们监控范围内，最近变异生物活动频繁。这么多珍稀变异种，这伙人偷炼的量不小。这批非法猎物一序都不能少，全部要登记收缴。报告，有情况！就是他，那条电鳗是怪物，它一夜从半米长到1.2米，我同志就是被他害死的。我害死你同伴，睁眼说瞎话，明明是你自己贪心不足，蛇吞象。所有人后撤！糟了，危险！长官，那条电鳗在救人。我看见了，那条电鳗有大问题。枪放下，他刚才扑过来是要挡在我前面。不好，那条电鳗被冲进地下的水渠了。派几个队员立刻下水，沿着水渠追，我要知道他被冲到哪里。这几个嫌疑人都带回去，通知一下，这个仓库作为偷爷窝点正式立案。李部长，变异生物这边你们专业，我们配合，但这个偷爷团伙按规定由我们带走审讯。明白。非法猎物你们收缴，变异生物的异常活动我们追踪，有情况随时通报。这体型硬碰硬就是找死，一击就能碎烧值，挨上一下我就得交代。他放电有前摇，那就是我的机会。
眼睛挨了一下，更疯了，得拖，耗到他力竭。皮太厚，电击弹打不透。这些管道研究站废墟延伸过来的。这地方能卡住它。快没力气了。杀死他的机会来了。高压电反噬，滋味不好受吧？你和我同源，但你挡了我的路。成功吞噬变异电鳗，能量值增加800点，能量值总计862点，满足进化条件。这身伤，得找个地方净化。这地方不错，就是这儿了，适合我净化。系统，现在净化要多久？本次净化需消耗800点能量值，预计时间8小时。检测到宿主身负重伤，净化将同步修复伤势。8小时，外面那帮人肯定会追过来，堵了，他们未必能找到这儿。长官，队员已就位，水下探测器全部逃上。信号还有吗？很弱。这片水域地形太复杂，暗流多，信号断断续续。把搜索范围扩大，那条电鳗从水渠冲出来后，肯定还在湖里。各组注意，沿地下水渠出口向外延伸搜索。长官，您一宿没合眼，有结果吗？湖底发现大面积战斗痕迹，礁石碎裂，金属管道扭曲变性，还有大量电击灼烧的焦痕。规模不小。那只巨型电鳗也在这片区域，在礁石群西侧发现了这个，死了。初步判断是高压电流致死，它身上有被高压电缆电击的痕迹，应该是触碰到了研究站废墟延伸出来的裸露电缆。那只小的呢？没有发现活体信号。这只巨型电鳗和它碰过面？从现场痕迹看，2只电缆发生过激烈搏斗，小的那只可能被吃了，也可能在搏斗中死了，沉入深水区。只是我没找到。长官，这片湖是活水，地下暗流4通8大。如果它真活着，顺着水渠游出去，信号早就该被外围监测点捕捉到，但到现在没有任何信号传回来。把巨型电鳗的残骸打捞上来，带回去解剖。那小的那条怎么办？标的为失踪，回去整理报告。如果能活下来，它迟早还会出现。各组收队，打捞组留下处理残骸。呼，他们应该走了，还好没有抓到我。能量值增加0.5，这么少？能量值增加0.5，能量值增加0.6。一条变异鱼抵10条普通鱼，这湖里的变异生物早被我吃光了。想快速进化，得找变异生物聚集的地方。这湖里没东西了。能量值增加0.5，能量值增加0.6。蚊子腿也是肉，攒够再说。系统，进化要多少？本次进化需消耗900点能量值，预计时间10小时。这儿够隐蔽。系统，开始进化。扣除900点能量值，开始进化，预计时间10小时。成了。系统查看状态。当前状态：8级电鳗，体长4.7米，体重300千克，
电压150伏，防御力2级，水中速度120公里每小时，恢复速度1级。觉醒主动技能雷尾鞭，将电流凝聚于尾部，甩出时产生高压电击，命中目标造成强力麻痹。雷尾鞭。这一鞭子够猛，碰上厚皮的，先抽一鞭再咬。阿满，爸又来了。你妈还在医院，她老说你没死，是被人害了。爸没用，查了这么久，只查出这狐有古怪，跟害你的人有关，可证据就是找不着。爸，再等等，等我够强了，一定把真相带回来。眼花了，哪来那么大的鱼？爸，对不起，再给我点时间。能量值增加100点。这几天吃下来，普通鱼给的能量值越来越少，离下一次进化还差一截，得找变异生物。6级，正好试试现在的实力。皮太厚，打不过，撤。这6级变异鱼至少得再升1级才能正面硬碰。天赐良机，这条鱼归我了。能量值增加100点，能量值增加500点，能量值增加500点，能量值增加500点。再来点就更好了。吃太快，动静太大了。系统，现在多少能量值？当前能量值累计1920点，离进化还差一点，跑！差一点就交代了。进化点也攒够了，等他们打完离开，我马上进化。短时间内应该进不来。恭喜宿主达成成就，火中取栗。在2只8级变异生物的夹击下，成功夺取6级变异鱼，奖励已发放。来得正好，接收奖励。恭喜宿主获得被动技能气息隐秘升级以及加速进化卡1张。又是加速进化卡，上次用了1张，进化时间直接减半，这次正好派上用场。他们一时半会儿分不出胜负，趁现在，系统使用加速进化卡，开始进化。加速进化卡已使用，扣除2500点能量值。本次进化预计5小时，请宿主确保环境安全。等我出来，就不用再躲了。进化完成。恭喜宿主进化成功，进化为9级电鳗，体长5.2米，体重400千克，直径0.3米，防御力2级加，水中速度150千米每小时，陆地速度60千米每小时，恢复速度2级，电压200伏。检测到宿主进化，觉醒主动技能电弧锁链，释放一道高压电弧连接目标，持续传导电流，目标无法挣脱。还等着我呢。爽，这才是200伏该有的威力。不陪你们玩了。前面有个窄道，拼了！跟上次一模一样，蠢货！这条窄道通往哪里？这地方比外面那个湖泊还大。这地方比外面那个湖泊还大。
系统查看状态。9级电鳗，体长5.2米，体重400千克，电压200伏，防御力2级加恢复速度2级，能量值3200点，下次净化需5000点。5000点，这洞里应该有东西能吃。尝尝。能量值增加5点。这么少。能量值增加5点，能量值增加5点，能量值增加5点，4880点，还差20。能量值增加20点，当前累计5000点，满足进化条件。够了，系统进化。扣除5000点能量值，开始进化。本次进化需12小时，请宿主确保环境安全。这次体型没怎么变，伤口在愈合，这么快！恭喜宿主进化成功，进化为10级电鳗，当前恢复速度提升至3级，能量值0点。提示3级恢复速度为当前阶段上限。检测到宿主进化觉醒，主动技能电磁脉冲，释放一道扩散的电波波，短暂瘫痪，5米内电子设备对生物造成眩晕。这招对付装备好使，以后碰上带枪的，先震晕再说。这恢复力，就算再碰上那2只8级怪物，也不怕耗了。恭喜宿主达成成就，在强敌注视下完成进化，奖励已发放。什么？强敌注视？是这东西？他看了多久了？这是什么？12级野生变异蜥蜴，极度危险，建议宿主避免正面冲突。12级，我打不过。电鳗，不对，你身上有股怪味儿，像是那些吃了会变大的家伙。他能闻出来？别装了，这洞里200多年，头一回碰上你这样的。不用怕，要动手，你早死了。你这点本事，放外面够看，放我这儿不够。给你2条路，要么当我的小弟，洞里洞外有事我罩你；要么我还没吃过你这种货色。检测宿主心率超标，请保持冷静。当前胜率0%，强烈建议避免武力冲突。提醒我也知道。不说话。他不知道我能听懂，但不能开口。好，算你聪明。记住了，以后有事就摇尾巴。还有，别给我丢人。命保住了！恭喜宿主完成隐藏事件，臣服强者，获得奖励进化点500点。打不过就加入，还给奖励，这系统真够实在的。10级变异蜥蜴，能说话，还有领地意识。这琥珀里到底还藏着多少怪物？200多年都没被发现，难怪异常处理部查不到。把查的方向没错，只是没找对入口。先活下去，再攒能量。12级，总有一天让你给我摇尾巴。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，收到通知再过来。这老蜥蜴说话跟我领导似的。12级，差距太大了，这口气暂时得先咽着。系统查看状态。10级电鳗，体长5.5米，体重450千克，电压220伏，防御力3级，水中速度180千米每小时，恢复速度3级，能量值0点，下次进化需8000点。8000点，这洞里贝类小鱼早被我吃空了，得找新市场。能量值增加3点。太少了，再这么吃下去，猴年马月才能升级。能量值增加8点。忍忍吧，先攒一点是一点。
小的，你在干什么？不准在我的地盘上吃东西！吃几只贝壳也管？这是我大哥还是我祖宗？滚远点儿，洞口外边吃去。行，我出去吃。他们不敢进来，是怕这洞里有内卫在。他们在忌惮那个老蜥蜴，看来这洞口暂时是安全的。在洞外吃被追杀，在洞内吃被骂，我总得吃饭的。等你们累了，我再出去。系统评估胜率。单队单胜率68%，1对2胜率不足15%，建议利用地形逐一击破，避免同时交战。1对2打不过，那就拆成2场单挑，先解决近的，远的过来，连他一起收拾。现在想跑，晚了。8级变异生物，皮也没多厚。电一次掉一大块肉，比硬追划算，让他自己流感血。能量值增加1000点，当前累计能量值2000点。2只8级，2000点，离下次进化还差6000。洞口有老蜥蜴镇着，8级变异生物只敢在外面转悠，不敢进来。这地方是天然的猎场，慢慢攒。这2只只是个开头。这身体控不住方向，先活下来再说吧。别跑，给我吃一口。能量值增加0.02，一条才这点能量，得找更多猎物才行。能量值增加0.02，能量值增加0.02。有东西过来了。2级变异黑鱼，建议宿主规避。这体型跑都跑不过啊！速度太快，正面跟他打就是送死。不对，我现在是一条电鳗，我可以放电它。这招有用，找准机会，下一发就要你的命。能量值增加8点，恭喜宿主达成成就绝地反击，首次越级吞噬变异生物，奖励进化点50克。8点，这一口抵得上400条小鱼。研究站彻底完了，全是变异种，他们到底在这养了多少？能量值增加15点，能量值增加至10点，能量值增加12点，能量值总计已达105点。检测到可进化，是否开启进化？先不急，这湖底尸体够多，再攒点儿。那道光和我死前看到的一模一样。那群电鳗也活下来了。等我攒够能量，再来找你们算账，包括岸上那2个杂碎。这破地方，每次来都一股腥臭味。别抱怨了，实验数据要紧。就是这2个声音，那天在湖泊边上，就是他们。上次那批样本送回去，上头很满意。这片水域的变异密度比预期高了3个点，所以才会选这儿。天然变异场，省了咱们多少事。那个姓陈的小子呢？他爹还在查。一个普通老头能查出什么？他妈都进医院了，他爹除了天天来钓鱼，还能干什么？我妈进医院了。我爸天天来钓鱼，不是为了散心，是在查线索。说正事儿，上次那个小子，你说我们成功了吗？极端电击刺激加变异血清注射，理论上应该能催生出可控的变异体。可惜人死了，尸体被电鳗分食，数据断在半截。白忙也不算，
那批电鳗吃了带血清的尸体，后续变异指数飙升。我怀疑这湖泊里已经有电鳗完成了高阶进化。原来是他们干的，杀我的是他们，给我注射变异血清的也是他们。那要不要捞几条上来检测？不急，这片水域现在是我们最大的实验场，上头已经批了，下个月继续投放血清，让里面的东西再升一级。到时候整片湖泊都是活体样本，想捞多少捞多少。行，那今天先撤。对了，你听说没有？研究院那边逃了条会进化的电鳗，异常处理部正在查。异常处理部掺和进来了，那得加快进度。下个月投放血清，争取在他们介入之前完成核心数据采集。老蜥蜴，你也听见了吧？你在这洞里200年，他们却想把你的地盘变成实验场。那2个杂碎说的变异血清是什么东西？我倒是想告诉你，可我现在说不出话呀。检测到宿主意愿强烈，是否消耗500点能量值？临时解锁精神通讯。解锁。已解锁，可将意念传递给目标变异生物。恭喜宿主达成成就，开口说话，首次与变异生物进行精神交流，奖励进化点100点。他们杀了我，给我注射了变异属性，我死后重生在这条电鳗身上。你在我脑子里说话，是我刚学会的能力。200年前赶我进洞的那批人，用的就是这鬼东西。他们下个月还要投放血清，要把整片水域变成实验场。你确定？我亲耳听到，湖泊深处有一道废弃闸口，你现在过去看看里面有什么。闸口去了就知道了，记住看仔细。就是这里。14级野生变异生物已死亡。14级死了还被绑着。检测到未孵化变异兽卵，生命体征微弱，还活着。获得隐藏道具未知兽卵。前辈让我看的就是这个。14级变异生物，全身插满管子，副种黑客带回来了。那具尸骸是当年跟我一起被驱赶的兄弟，他没撑过去，没想到还留了种。这颗卵，你来保管。200年了，你还留了一手。前辈，那些黑衣人到底什么来头？200年前，我不是这里的生物，有一批人把我和闸口那个兄弟从更深的水雾赶进这湖泊。他们穿着黑袍，说话口音跟岸上那2个杂废一模一样。同一伙人，200年都没断过。断不了，这湖泊底下埋着的东西，他们舍不得。北侧别去，那边水底有铁栅栏，还有会发光的东西，碰上了你就再也回不来。他们还在那边活动，每隔1阵就有人下来，带着机器扫来扫去。我懒得理，他们也进不了这洞。你也是，暂时别靠近北边，实力不够，去了是送死。北侧铁栅栏，发光的机器，那里一定有我要的答案。就是这儿。实验室，他们真在湖泊底下建了实验室。北侧栅栏感应正常，无异常生物活动。北边暂时动不了，先回去。去哪儿了？我去了北边。我说了别去！我需要知道敌人是谁。栅栏后面是实验室，他们在里面做跟我一样的事。前辈，你当年是不是被他们弄伤了？我当年被他们打断进化，从14级跌到12级，再也没能升回去。别再乱跑，要报仇，先把命留着。上次来只看了外围，这次得摸清楚他们的活动规律。停顿间隙就是盲区。2组已就位，投放点位校准完毕。收到，血清投放时间确认，3周后启动。明白，最后调试完成，我们撤回。 3周后投放点位，必须把这些信息带回去。10级绕不过去。好大的力气！去哪儿了？北边栅栏里面。我警告过你！3周后，
血清全面投放，投放点位我全记下了。他们有一艘船，3个人，定期校准水下浮标，闸门开启时间大概在午夜前后。记下坐标了，全记下了。路上碰上的10级水蛇，不碍事，我恢复速度很快。杨浩商，明天开始跟我去一个地方。3级恢复果然快，1晚上就差不多了。你昨晚说的3周后投放，点位全记清楚了，一个不差。我有笔账要跟你算，我帮你变强，在血清投放之前能升多少升多少，但有个条件。你说，你日后要把湖泊底下那个实验室彻底毁了，一片砖都不准留，还这片水一个干净。就算你不帮我，我也会毁掉它。我要你亲口答应。我答应。化龙之日就是底下那帮杂碎的末日。跟我来。水温在升高，这么大一片湖，全是变异生物。这地方我守了200年。实验室想用血清把整片水变成养殖场，这里的畜生全得变成他们的样本。吃吧，能吞多少看你本事。3周，那我就拼了命的吃。先挑料单的，8级9级的畜生在这湖里多的是，别一上来就惹成群的。就从他开始。能量值增加800点，一只8级800点，再来几只就够本了。能量值增加800点，当前累计1600点。能量值增加800点，能量值增加800点，能量值增加800点，当前累计4000点。8级不够塞牙缝，找条9级的试试。9级巨棉，就从背后靠过去。能量值增加1500点，当前累计5500点。一条9级就是1500，再来。能量值增加1500点，当前累计7000点。能量值增加800点，能量值增加800点，当前累计8600点，距离下次进化所需能量值已达标。恭喜宿主达成成就饕餮圣颜，单日吞噬能量值超过8000点，奖励进化点200点。够了，系统进化。扣除8000点能量值，开始进化。本次进化需12小时，请宿主确保环境安全。你安心进化，外面我守着。12个小时，终于成了。系统查看状态。恭喜宿主进化成功，进化为11级电鳗，体长6.2米，体重650千克，电压500伏，防御力3级，加恢复速度3级。新增被动技能电场感应，可在一定范围内感知生物电场，精准锁定猎物位置。电场感应。连石缝里的虫子都能感应到，这湖里所有活物全在我脑子里。进化完了。有东西来了，不是变异生物的气味，是人。4个，队形很整齐，带着电子设备从湖心方向过来的，速度不快，在扫描水样，是湖泊实验室的巡逻队。我去解决，他们手里有真家伙。
你刚进化完，状态还没稳。我有电场感应，他们的信息我一清二楚，而且他们不知道我已经发现他们了。别留活口，让他们活着回去，热泉湖就藏不住了。放心，一个都走不了。3个在前，1个在后方警戒。前方3人的队形很散，在采集水样。后方那个手持武器应该是掩护。该区水样采集完毕，变异生物密度正常，准备前往下一个区域。收到，继续采集。这湖里怎么比上次安静这么多？什么声音？离席，撤退！500伏打人，比打变异生物还利索。恭喜宿主达成成就，以寡敌众，同时制服3名武装人员，奖励主动技能电击弹升级。7天，不是说3周？解决了。3个人都捆在浅滩了，从他们身上翻出来的。7天，他们提前了。本来有3周，现在只剩7天。7天不够你升到足够高的等级，但够你把这片湖里10级以下的畜生全吃光。那就全吃光，7天一头不留。7天，先把湖里9级以上的全清掉。 9级的有7条，10级西半角2只，一个在水草丛，一个在热泉喷口旁。先杀10级，杀完再清小的。10级水鼠，皮厚，速度快，正面硬上不划算。能量值增加2000点，当前累计2600点。能量值增加2000点，当前累计4600点。 能量值增加1500点，能量值增加1500点，当前累计7600点。继续吞噬，还不够我进化的。这片水域的变异生物密度远超正常值，技术组分析过了，水下有非自然能量反应。阿满失踪那天，监控拍到有人把他往这个方向拖。李部长。 是不是这湖泊底下真有人在搞鬼？老陈，我直说吧，这片处理域涉及危险实验，不只是失踪那么简单。那就是说，阿妈被人害的。我们会查到底，3天内全面搜查这片湖泊。爸，李部长，这片水域的变异生物密度远超正常级7倍，技术组分析了水下能量变动，确认有人为诱导的痕迹。人为？什么人会在湖泊底下搞这种东西？ 我们已经锁定了一个代号叫申阳会的境外组织，他们在全球多地都有非法生物试验的记录。这片湖泊是他们内陆淡水试验场之一。申阳会，我儿子失踪跟他们有关。老陈，我说了，你做好心理准备。我们恢复了陈满失踪前最后几条通讯记录。失踪那天，他收到一条短信，发信人备注是朋友，内容约他来湖泊见面。朋友，阿满。 从来不跟不认识的人出去。那条短信的手机号我们查过了，
属于一个已经确认与申阳会有直接联系的嫌疑人。那就是说，阿曼是被他们害的啊！技术组还在恢复更多数据，但我跟你保证，不管背后是谁，异常处理部会追查到底。3天内，我们将启动对这片湖泊的全面搜查。我就知道阿满不会无缘无故不见，他那么孝顺，他不可能自己跑掉。老陈，你儿子的事儿已经不是一桩普通的失踪案了，他有可能是这整件事的关键突破口。阿满，你到底在哪儿？申阳会，原来那个组织的名字叫申阳会。用我做实验还不够，还想把整片水里的活物都变成你们的样本。李部长3天内会启动全面搜查，但血清7天后就投放。7天之内，我必须变得足够强。爸，再等等我，7天之后，儿子一定站在你面前。能量值增加15点，总计120点。研究所到底养了多少这种东西，全沉在这儿了。能量值增加12点，能量值总计已达132点。系统，进化要多少能量？1级进化需消耗30点能量值，进化时间2小时。进化过程中，请确保环境绝对安全。被打断将退回上一阶，扣除能量概不返还。2小时不能动，那得找个能藏身的地方。这东西也在吃尸体，这湖里的变异种全被血腥味引来了，闻到我了，不行，现在还打不过他，我刚吞了200多点能量值，得先去进化。走了，这地方不能待，得换个更隐蔽的地方。这里应该够隐蔽，系统开始进化。扣除30点能量值，开始进化，预计时间2小时，请保持安全环境。进化完成了！恭喜宿主进化成功。当前状态2级电满，体长0.2米，体重0.3克，电压10伏，能量值187点。距下次进化需50点能量值。觉醒主动技能电击弹，可凝聚电压形成电球射出，命中目标产生麻痹效果。达成成就获减奖励进化点30点。电击弹，让我试试。能量值增加0.04，先前只加0.02，被电击弹打中后能量值翻倍，这技能好用。每次都趁我吃东西的时候靠近，想趁我不备下手。等我再升几级，就不是你们来找我了，是我去找你们。撞碎它！你的电对皮厚的不管用，11级甲鱼可比这石头硬3倍，光靠尾巴抽碎的是你自己。那该怎么打？甲鱼壳硬，但缩脖子的时候，壳和肉之间有缝，趁它伸头的瞬间贴着壳边放电，电流直接灌进体内，或者逼它张嘴。咬住东西不松口是它的习性，一旦咬住，往它喉咙里放电。去试试。湖心喷口西边有条11级甲鱼，活着回来，别死了。老西一说，这甲鱼壳比石头硬3倍，正面打不碎，得找缝。真就咬住不松口。尾巴差点被咬断。
能量值增加2500点，当前累计10100点，距离下次进化还差1900点。照你说的，往他嘴里灌电，才把他杀死。我感觉再进化一次，就能正面硬碰11级。睡吧，明天继续。距离血清投放还有6天。今天不练了，去猎条大的。11级，在东北角，体型比甲鱼还大。应该是那条黑鱼。它在这湖里活了至少30年，鳞甲硬的连我都咬不穿。去吧，小心它的冲撞。 8米长，正面冲撞肯定扛不住，得找弱点。这冲撞力，挨一下骨头都得断。 有办法了，就是现在！恭喜宿主达成成就，越级猎杀。 单独击杀高于自身等级的变异生物，奖励进化点150点，能量值增加2500点，当前累计12600点，累计满足进化条件。能量值终于够了，系统进化。扣除12000点能量值，开始进化。本次进化需15小时，请宿主确保环境安全。 这次比之前任何一次都久。系统查看状态。恭喜宿主进化成功，进化为12级电鳗，体长7.8米，体重850千克，电压800伏，防御力4级，恢复速度3级加。新增主动技能雷击，蓄力3秒后释放一道集中高压电流，穿透力远超普通放电，每次使用后有短暂冷却时间。雷击，蓄力3秒，集中1点穿透。 跟我来，有东西给你看。这些全是爪痕。200年，我把跟过的每一种变异动物，每一次进化能走到哪一步，全刻在这儿了。4级变异鱼腮部是弱点，5级水蟒7寸。 6级甲鱼，可凤和口腔。这3道是我自己150年前，我从7级冲击8级，差一点就突破了，被人打断了。那批黑袍带人进了洞，趁我进化到最后一刻，用铁链锁住我，把嵌在我胸口的碎片活生生挖走大半。从那之后，我从8级跌回6级，再也没能升回去。闸口那具14级尸骸是我兄弟，他们把我们2个从更深的水域赶进这湖泊，当实验品圈养。我兄弟没撑过去，我活了，但残了。200年，你一个人记下了所有这些。150年前，我从14级冲击15级，进化到最关键的一步。 那批黑袍带人进了洞，他们趁我无法动弹，用铁链锁住我4肢，然后活生生挖开了这里。他们抢走了什么？古龙逆鳞碎片，嵌在我胸口的，被他们挖走大半，剩下一点，我一直藏在心口，藏到现在。古龙逆鳞碎片是什么？花椒的关键，没了它，我从8级跌回6级，再也没能突破。 为什么收我做小弟？我那时候弱得连你一只爪子都打不过。因为你身上有股味道，
变异血清，那不是普通的变异血清，当年驱赶我的那批黑袍人用的是初代血清，你被注射的和他们是同一源头。申行会手里有一种原始样本，初代血清就是用原始样本造出来的。你身上那针血清纯度比200年前那批更高，他们拿你做实验不是随机的，是选中的。选中？他们认识我？他们早就盯上你了。你身上那针血清不是随便打的，他们要找一个体质匹配的活人，你就是被选中的那个。所以从头到尾都是他们设计好的，包括杀我的那2个人，包括那群电鳗。他们杀我，再用我的尸体喂变异电鳗，就是为了看血清在变异生物体内怎么传播。我妈在医院躺着，我爸天天来湖泊边钓鱼，瘦得不成人垛。我自己变成这样，连人话都说不了。前辈，这份仇我替你记着。化龙那天，我替你把他们欠你的连本带利讨回来。我那兄弟就是闸口那具14级尸骸，当年我们一起被抓，一起被当成实验品。他们挖走我逆鳞的那天，他为了护我，被3根钢钉穿了胸膛。他临死前忍着剧痛从自己腹仓里抠出了那枚申阳会植入的记录芯片。他说不能让这帮杂碎的罪证在泥里，他把芯片塞到我手里，让我活着。那芯片我藏了200年，试过无数次都解不开他们的加密。我也不敢信任何人类，直到遇见你。你有人类的意识，有能和他们抗衡的力量，还有必须报仇的理由。200年了，我走到哪儿就把他带到哪儿。真阳会搜遍了整个岩洞，都没找到这个地方。这枚芯片里记着他们200年前所有的实验数据，记着他们害死了多少生灵，记着他们藏在各地的据点。我兄弟用命换回来的东西，现在交给你了。前辈放心，我一定让申阳会血债血偿。检测到数据存储设备内含部分实验记录，需匹配解码设备方可读取。这么多野鱼群，游动轨迹太整齐了，不像正常鱼群。这是可控变异体，他们已经在试了。前辈，我在南侧发现了大批被操控的变异鱼群，正往闸门方向游。我记得南侧闸门每隔一阵开一次，吸一批进去没见出来过。别急，他们的闸门有感应装置，硬闯只会打草惊蛇。先摸清楚他们的规律，再找机会潜入。数量比上次又多了，游动路线完全一致，南侧一定有入口。投进去的鱼一条都没出来过。闸门后面的信号很密集，但等级不高，应该是被投喂的鱼群。南侧水底有一道闸门，每隔一段时间自动开启，吞一批鱼群进去，再也没出来过。闸门后面有光源，应该就是实验室。他们把变异生物当饲料往里送。这个投喂口是离实验室最近的入口，只要摸清闸门的开启规律，我能从那里进去。进去干什么？芯片里的数据需要解码设备才能读，解码设备我想实验室里有。前辈等了200年，等的不就是一个答案？我兄弟守了200年的东西，确实不该烂在泥里。去摸清楚闸门的规律，没摸清楚之前不准进入。明白？摸清楚再行动，别被发现了，要活着回来。第一次10秒，感应装置的信号有变动，每隔6个小时强度会降到最低。第二次，间隔6小时，开启时间10秒，和上次完全一致。开启前有预警信号，红灯快闪3下，然后闸门升起，
闸门每6小时开启一次，每次10秒。开启前1分钟，感应装置的信号会降到最低，红灯快闪3下作为预警。1分钟的盲区够你摸进去了。我打算在闸门开启前的1分钟内突入，趁感应装置休眠，跟鱼群一起进去。闸门后面是人造光源，说明有工人活动的空间。找到解码设备，读取芯片数据，然后原路撤出。下次闸门开启时混出来。如果闸门从里面打不开呢？我会随身带一颗石瓷，塞进闸门轨道缝隙，卡住闭合机构。你这计划真的可行吗？在脑子里过了几10遍。闸门开启，信号变动，感应装置的位置、撤退路线全都记死了。那就去吧，记住，进去之后一切靠你自己，我提供不了任何帮助。快了，再过1分钟，该走了。走了。功亏一篑，那2个蠢货。闸门区域警报触发，疑似变异生物闯入，2组3组分头搜。3个人分3路，反应比我想的快多了。这个区域的信号有变动。2只8级变异鱼尸体找到了，有电击痕迹。电击？那群电鳗不是早被清完了吗？他们清过电鳗。1组闸门轨道发现摩擦痕迹，不像是鱼蹭的。这片水域可能进了新东西，采集水样和尸体组织样本，收队后上报。反应快，装备齐，纪律严，不像是普通安保。他们清过电鳗，说明知道这片水里有什么。闸门轨道上的痕迹被发现了，下次再想从那里潜入，难度会更大。老陈，有进展了，找到阿满了。技术组恢复了湖泊周边一条小路监控的损坏数据。你儿子失踪当天晚上，这条小路上出现过3个人影，中间那个是阿满。画面清晰度不够，但技术组尽力做出了还原。这是右边那个境外某生物科技公司雇员，这公司对外声称做药物研发，我们查到他们实际上长期从事非法变异生物实验。就是他，就是他把我儿子。阿满那天跟我说，爸，朋友约我去湖泊夜钓，我去就回。他笑着出门的，笑着出门的。我要是拦住他就好了，我要是那天不让他出门。老陈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他们是针对陈满去的，躲得过那天，躲不过下一次。他们为什么选阿满？他一个普通孩子，招谁惹谁了？我们还在查，这申阳会的组织，他们在全球多地都有类似实验。陈满不是第一个受害者。李部长，你们一定要抓住他们！我向你保证，3天之内，异常处理部将对这片湖泊启动全面搜查。水底下不管藏着什么，我们都会挖出来。你儿子的案子，我李胜亲自定。3天，爸，你再等3天。爸跪在地上，他在哭。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他认得出我吗？还是会把他吓疯？妈已经住院了，我不能再把爸也逼疯。8级、9级加起来还有10几条，够我吃了。能量值增加800点。8级清完了，还剩2条9级。
能量值增加1500点。还藏着一条12级的。系统累积蓄力。能量值增加3500点，当前累计能量值已满足进化。系统进化，扣除全部所需能量值，开始进化。本次进化需18小时，请宿主确保环境安全。电击爆越来越顺手了，有东西在里面。水鼠，这狐狸还真是什么都能变异。哼，速度不慢，但比那条黑鱼差远了。躲得挺快，那这下呢？达成成就，湖底猎手，奖励进化点20点。这就给成就了，系统你倒是挺大方。又有人来了。研究站档案调出来没有？大部分资料被毁，只能确认这个研究站在进行变异生物活体实验。这个研究站背后是谁在资助？还在查。另外，陈万今天又打了3通电话，问有没有儿子消息。陈满失踪当天有什么线索？有人看到一辆无牌货车从水库方向开往这边。派探测器往深处搜，任何异常信号都要标记。探测器下潜，扫描周围信号。他们在扫描。刚才我好像听见陈万2个字，那是我爸。他们在找我。我得让他们注意到我，不然搜完就走了。有信号，是条电鳗。电鳗，这个湖里怎么会有电鳗？放电频率不规律，不像是普通品种。要标记吗？标记，和之前水库那边的变异电鳗数据做对比。是。一条电鳗，在周围生物几乎死完的情况下，还能活着出现在研究站废墟正下方的湖里，这事不简单。是我是陈满，你们能认出我吗？长官，那条电鳗主动放电攻击探测器。为什么会主动攻击？不像捕食，倒像在发信号。活戳它，通知捕捉队立刻下水。专员赶树下去。陈万儿子失踪，研究站被毁，湖底出现会发信号的电鳗，怎么全凑一块了？他们下水了，我现在只是一条会放电的电鳗，刚才说的话他们肯定听不懂。先活下来，再想下一步。总有一天，我会亲口把真相说给你们听。雷声持续18个小时了，这小子进化闹出的动静未免太大了点儿，都吸引申阳会的人来了。信号断了，第2架也断了，水下有东西在干扰。先撤，回去上报。为了爸妈，我要坚持住，我不能倒在这儿。系统查看状态。恭喜宿主进化成功，进化为13级电鳗，体长9.2米，体重1.2吨，电压1500伏，防御力3级，恢复速度3级，雷击技能升为2级，具体时间缩短。下一级进化将触发化礁前置条件，形态将发生质变。化礁终于快到了，外面有船，10几艘，刚停在湖泊上方。异常处理部3天到了，比我想的快。你打算怎么露面？这个样子冲出去，他们第一反应是开枪。我先用尾巴在水面打个信号，让他们知道我不是普通变异生物。前辈，洞里的事交给你，外面的事我来处理。有东西上来了！全体注意，没我命令不准开枪！老先生，后退！我认得那双眼睛，那是阿满！放开我！是阿满，是我儿子！老先生，危险！
有人落水，快！你看，阿满，爸找了多久？你变成什么样都是爸的儿子。那条电鳗没动，全员待命，不许开枪，靠近的船全部后退。通知技术组，准备防水通信设备，让他们父子先待一会儿。恭喜宿主达成成就，骨肉重逢，与亲人相认，奖励进化点300点。你妈还在医院，她老说你没死。她说的对，这个伤是怎么弄的？你从小到大没受过这么重的伤，疼的时候，爸不在你身边。那些天我天天来湖泊钓鱼，你妈说我有病，原来你一直在水里，爸就在岸上，隔了那么近。灵敏度已经调到最低档，触碰就能输入。阿满，这个能让你跟我们交流，你试试。你妈她身体没事儿，就是想你想的，头发全白了，住在医院里，天天跟护士说你没死，说有人害你，没人信她。我回去就告诉她，她一直不信你死了。她说的对，谁都不信她，就她自己信。全程稳定，进化的同时保留了完整的脑功能和记忆。9米长的变异电鳗，意识还是陈满本人。陈满，我是异常处理部部长。申阳会这个组织，我们不会放过。从现在起，你和你家人的安全由我们负责，你的身份信息不会对外公布。你在这里的所有行动，我们会配合。谢谢李部长，我老头子没啥能报答的。老陈，这是我欠你的，也是我们欠陈满的。安排下一步通讯对接。连夜破解，优先级最高。是。这芯片从哪儿来的？闸口有一只高级变异生物尸骸，在他腹腔里面，深含会的实验记录。闸口位置还在吗？在，我可以带路。先等芯片破译完。部长，芯片解开了。记录显示，深航会已在龙国境内7个水域投放血清。这座湖泊只是淡水试验场之一，最终目标是通过变异生物制造可控生物兵器，代号神国。第一个打击目标是沿海防线。7个水域，不止这一个。我是李胜，申请成立专案组，代号神国，涉及7个水域，需要同步排查。李部长，这芯片是我儿子从那什么尸骸里拿出来的。是，你儿子拿到的情报可能关系到整个沿海防线的安全。老陈，你养了个好儿子。芯片破解了，申阳会在龙国7个水域投了毒，你们父子俩拿到了最关键的证据。200年，什么生物？你们2个跟我进去。上次见到穿你这身衣服的人类是200年前。我是龙国异常处理部部长李胜，那些穿黑袍的跟你是敌人，跟我也是。陈满说你跟他们有仇，我们可以合作。你身上有血腥味儿，不是你的。我们跟申阳会交过手，只是一直没揪出他们老巢。驱赶我的人和给你们水里投毒的人同一批，他们手里有一种血清，能让生物变异，也能打断进化。我兄弟死在他们手里，我被挖走逆鳞碎片，无法再进一步。逆鳞碎片，化胶的关键，没了它，我200年没能再进化。我们刚截获他们的计划，龙国7个水域被投了肃清，这座湖泊只是其中之一。我需要你的情报。200年前你跟他们交过手，你知道他们怎么行动。你帮我报仇，我就帮你。我答应。小子，这事办得不错。海岸周边布了6组感应器，水下各点位各设3组，有东西下水，我们第一时间就能知道。实验室方向呢？北侧栅栏外增设了2组巡逻，船只出入通道已经锁定，监控网覆盖全域。他们再来就是自投罗网。陈满人呢？往热泉湖方向去了，还没回来。由他去，先把布防落实。这就是闸口那具高级变异生物尸体腹中的受短，前辈一直用热泉水温着。生命体征活跃，基因序列与已知数据库均不匹配。侵土若是高级变异生物，这颗卵孵化后天生起点比现有记录都高。那个老家伙死到临头还把卵藏在肚子里，当年他跟我一起被赶进水闸，撑了200年，没白撑，到死还知道留个后。前辈，这颗卵还能孵出来吗？用热泉水温着，也许能。
付不付得出来，看他自己的命。连他爹死的时候，我连替他收尸都做不到，现在至少能替他守一城。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肯收你吗？我被打断过进化，这辈子卡在6级到头了。但你不一样，你没被人动过手脚，能一直往前走。这颗卵也是天生的种，没被糟蹋过。也许它能走到我走不到的地方，走到你也要走很久的地方。你忙你的事去，这颗卵有我。你爸在水面上等你，别跟我一样守了200年，守到只剩下后悔。去。情报确认了，申阳会派了一支技术团队，3天后进入湖泊执行血清投放，投放点位不变。我们的监控网已经覆盖全域，可以提前在各个点位设伏。他们一旦下水，封锁所有退路。他们的退路我来封。你一个人封他们所有退路。我在水下速度比他们快，电场感应能提前锁定位置，他们跑不掉。李部长，让他去。陈满要面对的是专业武装人员，他们有电击枪，有麻醉网，他已经是这件事的一部分，你拦不住他。对方所有的退路由陈满负责，作战队在岸上和栅栏外侧配合，各点位伏击组收到信号后迅速完成合围。外面那些船成天在头顶上转，要动手了。3天后，申阳会的人来投放血清，我负责封贿赂。过来，我有东西教你。我跟申阳会交过手，他们有一种电击枪，专打变异生物的关节和髓部。你鳞片再硬，髓部挨一下也顶不住。近身的时候不要正面对冲，用你尾巴从侧面绞住他们的手臂，然后放电，从胳膊传到躯干，一瞬间就能把人放倒。如果对方2个人一起上，先电离你最近的那个，把它横在你和第2个人的枪口中间，他们不敢打自己人。水下有淤泥，搅起来，他们的目镜就是摆设，打完就跑，不要恋战。你最大的优势是他们在水里没你快，别死在外面。前辈放心，我还要化蛟华龙，没这么轻易死。目标3艘，已过北侧栅栏，正朝点位方向移动。各伏击组注意，等他们开始投放再动手。陈满，你那边怎么样？放他们进点位，没我命令，谁都不准暴露。我已就位，开始投放。开枪了，再装试剂。各组注意，干扰弹发射。什么情况？有人埋伏，船只废了。陈满，不许动，双手抱头。目标全部受控，行动完成。退路已封死。什么情况？陈满，深度30米、40米，还在往下。7级半机械化变异章鱼，申阳会生物兵器。3根触手，退路被堵死了。金属导电，顺着他自己的触手灌进去，电路扛不住。你的恢复速度不慢，几个小时就能长好。那条章鱼，申阳会在这湖泊底下藏了多少东西？200年前他们就在这底下埋东西了，不差这一条。芯片里记录了7个被投过意面剂的水域，你们在这7个水域都建了实验室。你手下的指纹和 DNA 已经送去比对了，半小时内你的所有信息全都会在这张桌子上。你自己说算立功，等我们查出来，你只有死路一条。7个水域都有人长期驻守，我们只负责这座湖泊。你们往湖泊里送过鱼群，运过设备，进出靠什么？船只从栅栏闸门进出。物资靠什么补给？这么多人，不可能靠船只一趟趟运。
有一艘母船停在公海，距海岸线不到200海里。母船除了补给，还做什么？7个水域只是淡水测试场，真正的培育在母船上，生物兵器试验体全在那上面。培育什么？一头灭世级雷龙，用它的能力瘫痪沿海防线所有电子设备和通讯网络，龙国整个东部海防会在半天内全部失灵。你们抓了我，计划也不会停，培养舱已经在最后阶段了。宿主当前进化路线终极形态灭世雷龙。前辈，他们想造的东西就是我，但你不受他们控制。可我的进化路线，他们早在200年前就设计好了。他们设计的是武器，你走到今天，靠的是自己。我要去母船。你还没恢复？来不及等，他们培养舱已经在走最后阶段了。海上不止湖泊，没有退路。长官，捕捉队回复，最快还要2小时才能到。2小时？那条电鳗还在探测器范围内？还在，一直在湖底那片区域活动，没跑远。它的放电特征和水库那边记录的有相似的地方吗？有部分特征能对上，但更像是被人工干预过，不像是纯野生的。下命令，要捉活的。长官，这电鳗体型不大，一枪就能解决。一条会主动朝探测器放电的电鳗，杀了太浪费。我要知道它为什么在这儿，和陈满的失踪有没有关系。捕捉队注意，目标改为活捉，重复活捉。他们没追过了，探测器还开着，就是还在观察我。能量值增加 0.08， 能量值总计已达245点，满足进化条件。上次进化用了2小时，他们要是想抓我，肯定会趁我进化的时候动手。但他们到现在还没派人下来，要么在等支援，要么没打算杀我。赌一把，这儿够隐蔽。系统开始进化，扣除50点能量值，开始第2次进化，预计时间4小时，请保持环境安全。恭喜宿主进化成功，当前状态3级电鳗，体长 0.5 米，体重5000克，电压20伏，能量值195点，水陆2栖。觉醒主动技能电弧场，以自身为中心释放环形电流，对周围2米内生物造成麻痹，达成成就步步为营，奖励进化点50点。电弧场，清场神技，这下效率可高多了。他们来了，果然是等人到齐再动手。这湖里的存货也吃得差不多了，得换个地方。盯得真紧，不过现在我有电弧场，真追上了也不怕。部长，技术组对截获的母船通讯数据做了深度破解，有新发现。电磁干扰场是。母船外围布设了多层电磁干扰阵列，专门针对大型变异生物进行识别和压制。任何体长超过一定阈值的变异体靠近，干扰场会在数秒内锁定并发出警报。也就是说，大型变异生物还没靠近母船就会暴露。不仅如此，干扰场还能反向追踪，引导船载武器进行自动瞄准。母船在公海，距海岸线不到200海里，兵分2路。我带队突袭母船，作战队留守湖泊，防止实验室余党反扑。我跟船出海。你一直在淡水湖泊活动，深海不是湖泊。刚才你也听到了，母船有电磁干扰场，专门针对大型变异生物，你还没靠近就会被发现。让他先跟我走一趟。这是化胶的关键，古龙逆鳞碎片。150年前，我进化到最关键的一步，申阳会的人进了洞，控制我，活生生挖走了大半碎片，让我无法再进化。前辈，剩下这点儿，我藏了200年，现在用不着了。拿去，连我的粪一起化胶，别磨蹭，吞下去。检测到古龙逆鳞碎片，建议宿主先完成14级进化，再以碎片开启化胶。距离14级进化还需15000点能量值。先把这些吃了，不够的，湖里还有。能量值增加200点，能量值增加300点，能量已满足14级进化。
系统开始进化。开始进化，本次进化需20小时。恭喜宿主进化完成，进化为14级电鳗。下一级进化将触发化胶，需吞噬足够能量值，并融合古龙逆鳞碎片。能量值已足够，检测到古龙逆鳞碎片，化胶条件全部满足，是否开始化胶？系统开始进化。进化闹出的动静比上次还大。信号全乱了，哪来的电磁干扰？不是设备故障，是外部干扰源，强度还在上升。恭喜宿主进化成功，进化为14级电鳗，正式迈入化胶门槛。当前形态半胶，体长12米，体重1.8吨，电压3000伏，防御力4级，恢复速度4级。检测到宿主首次触及蛟龙门槛，觉醒被动技能电磁场感应，是电场感应的升级版。恭喜宿主达成成就蛟，突破电鳗极限，迈入蛟龙之境。奖励主动技能雷光护体升级。脚还没长全，但已经不像鱼了。前辈，你的伤还在流血。200年都过来了，不差这一刀。你刚刚的波动瞒不住北边那些机器，他们很快会派人来查。来得正好，我正愁没地方试我的新技能。一艘快船，4个人就快到了。就这一会儿，够你准备好？够了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陈满，截获申阳会最新通讯，母船上的培养舱已进入最后阶段，他们培育的灭世雷龙胚胎已具备活性。还有，情报里反复出现一个词——灵石驱动核心。灵石驱动核心。技术组还在分析具体指向，但这个驱动核心似乎是整个培养系统的能量来源。前辈，你听说过灵石吗？跟我来。检测到低浓度灵气残留，该物质蕴含远古能量，可被宿主吸收，加速化胶进程。这东西还有能量？200年前赶我进洞的那批黑袍人，管它叫灵石。他们在这湖泊底下发现了一处灵石矿脉的残迹，但是就剩些碎屑和几块残石。他们用那些碎屑做了初代变异血清。这块是最大的一颗，我趁他们不备，藏进了这道石缝。他们翻遍山洞也没找到。母船培养舱用的驱动核心，跟这颗是同一个东西。缺了古龙逆鳞碎片，足够数里用灵石替代，跳过所有中间阶段，直接从胚胎催熟成雷龙。胚胎会怎么样？会活，但是生不如死。现在是半胶，这条灵气够你把化成型的胶角再往前推一步，这能量比你吃的鱼虾管用100倍。检测到低浓度灵气吸收能量值，正在转化，化胶进程加速推进。母床上的培养舱怎么破？找到驱动核心碎了，培养舱就废了。明白了。技术组刚确认，母船目前停在深海上，坐标已锁定，随时可以出发。李部长，我跟你出海。培养舱的驱动核心，我能感应到它的电场。好，我派一艘船在湖泊等你。去之前把你那双脚再磨一磨，灵石刚吞下去，化胶没完，趁这个时间能多长1寸是1寸。这颗灵石的事，有些话该告诉你了。在更古老的年代，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修仙者，后来灵气日渐稀薄，修仙传承断绝，灵石也成了废石。200年前，深航会的前身，一群追寻古代秘藏的探险者，在湖泊底下发现了残留的灵石矿脉碎片。它们能吸收灵气，普通人类吸收不了，所以他们开始用变异生物做实验，想把灵石能量转化成可控的生物兵器。我和闸口那个兄弟，就是当年被他们从矿脉附近捕获的实验体。他们挖走我大半逆鳞碎片，就是为了测试灵石能量能不能强行入免疫变异生物。你的碎片被他们镶进培养舱里，当了200年的电池。母船上那个灵石驱动核心
多半是同一块。检测到低浓度灵气残留正在被宿主吸收，化胶进程加速推进，头部双脚可完成初步成型。系统状态，灵气吸收完成，半胶形态进一步稳固，双脚初步成型，电压升至3500伏。被动技能雷云感应范围扩大，可同时感知大气电场与水中电场叠加区域。前辈，你的碎片在母船上，我去拿回来。脚长齐了，是该去了。记住，那块核心里镶着的不只是碎片，是申阳会欠我们200年的账。陈满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古代修仙遗迹，申阳会不是普通的跨国犯罪组织。我马上调阅异常处理部的绝密档案，查到线索第一时间告诉你。前辈，当年那批人挖走的灵石碎屑，除了做血清和驱动核心，还做了什么？他们想把灵石能量跟变异生物完全融合，造成稳定遗传的灵兽种。200年前没成功，母船上的培养舱多半还在试同一个东西。部长，有关档案全在这儿了，全都标注了无法解释，暂封存。不是1、2起，是散落在多处，10几份独立报告，全都因为查不出源头被搁置。这些遗迹的位置跟申安会7个水域实验室的选址高度重合。结论显而易见，申安会不是现在才出现的，他们是一个延续数百年的秘密组织，专门搜集古代修仙遗迹中残留的技术，用现代生物科技重新激活，目标是造出人造神兽。陈满，档案比对结果出来了，申阳会的前身是一批专门追寻古代秘藏的探险者，延续了几百年，变异血清进化路线，全在他们200年前的设计蓝图里。他们想造神兽，但控制不了神兽。我能走到今天，靠的不是他们的计划，靠的是我自己的选择。母船外围布了3层电磁干扰场，专门针对大型变异生物。体长超过一定维值的变异体靠近，干扰场会迅速锁定并触发警报。也就是说，陈满还没靠近母船就会暴露。技术组提了一个方案，用特制屏蔽舱运送陈满接近母船。能撑多久？30分钟，超过时限屏蔽失效。我从水下潜过去，我能感知对方的分布，掩护突击队靠近。你怎么掩护突击队靠近？我可以制造雷击。雷电本身可以对电磁干扰场造成影响。方案可行，突击队乘屏蔽艇跟进，你锁定母船上的灵石驱动核心位置。明白。母站被锁定，自毁启动了，快停下！7号样本还没完成，现在注射会失控。母船保不住了，样本也不能留给异常处理部。注射。湖泊实验室发生爆炸，闸门炸裂。这东西的体型还在长。陈满，实验室方向有东西出来了。它没有稳定进化路径，随时可能自爆。我去截住它。开火！长官，普通武器完全无法造成有效杀伤。可恶，这里是湖泊，无法调用重型武器，只能靠陈满杀死这头异变怪物了。不行，不能再让它继续成长。我看你还怎么动！这家伙怎么还在变大？竟然还能射出火焰，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能力。来，比比谁的电更强！好强的腐蚀性，这招必须躲开。
中了。什么？能吸收我的攻击？不好，那个方向是居民区的方向，不能让他到那边。比在湖泊里更快了，他身体还在膨胀。救命！怪物！有怪物啊！沿海诸军请注意，我是异常处理部部长。一头高级畸变蟒蛇正沿水渠向东南方向高速移动，即将抵达居民生活区域，请求立即进入战备状态。收到，已调取卫星图像，目标移动速度太快，常规火炮难以锁定。那就不锁定，先疏散沿线居民，尝试使用重型武器。收到，蟒蛇移动路线紧贴居民区边缘，重火力无法展开，误伤风险太大。常规武器打不中，重火力不能用。陈满，现在全靠你了。不能再用电，会把电流吸走再吐回来。腐蚀性强，但比电击好扛。快了，就快到了。总算到了。他还在变，还没完。阿蛮，你妈醒了。她听说你活着，直接从病床上坐起来了。你妈说让你别怕，她在家等你。爸妈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这东西皮糙肉厚的，电它也没什么效果，只能从他体内入手了。希望他体内也不会这么结实。长官，仪器显示界片蟒蛇的电波异常，恐怕会有变故。分析出什么了？据我们分析，它应该是在进化。进化？沈阳会这是造了个怪物！要不是顾及周边地区，无法动用重型武器，我们怎么会让陈满孤军奋战？相信阿满吧，他能做到的。陈满，加油！你一定要成功打败这头异变蟒蛇。不对，他不是在异变，他是在蜕皮。沈阳会在造生物兵器，绝不能让他完成进化。系统，什么时候能正式完成化交？下一级进化即可完成正式化交，还请宿主多多努力。下一级吗？那就拿你当我化交的套板，受死吧！不能动，是还没有进化完成。看来是了，进化过程中不能受到外界的干扰，让我看看你进化失败是什么样子。看来是真拖了不少，我要找个机会。机会来了！进化被打断，我看看你能变成个什么鬼样子。难道我进化失败也会变成这副鬼样子吗？还好我进化一直都是成功的。好险，被这一击打中我就没命了。电场感应失效了，是那9根触须的原因。进化失败导致吸收电的能力没了，那我可以找机会直接电穿它。这9颗眼珠攻击的时候有延迟，我可以趁机钻过去，给予致命一击。就是现在！雷击最大输出，给我死啊！这一击差点把我抽干了，吞噬了它，应该就能进化了。能量值已足够，宿主是否开始进化？系统，我要进化！进化开始，扣除所需能量值，请宿主保证周围环境安全。走了，这地方也不能久留，得趁他们回去报告的时候多攒点能量。好大一群，试试电护场。能量值增加 0.5， 能量值增加 0.6， 能量值增加 0.5， 能量值总计已达320点。这种变异大于1条抵10条，继续扫，把能吃的全吃光。那帮当官的走了，还能用，站里的监测系统还在跑。这是电鳗，竟然还活着，研究站全毁了，他居然活下来了。能扛过那场爆炸，还在变异鱼群里横着走，这东西至少是3级以上的变异种，活体送到黑市，少说也值300万。
孙俪，研究站完了，但我手里有货。孙俪，你没死，什么货？一条电鳗，3级变异种网上，活的，在湖底，信号我刚锁定。3级电鳗，你确定？我自己的监测系统盯着呢，假不了。你来布置，设备我出，信号我盯着，卖了老规矩55分。好，我天黑前带人到位，你盯紧信号，别让那电鳗跑了。300万够了，研究站烧了就烧了，这条电鳗够我换个身份重新来过。这片区域也差不多清理干净了。系统能量值多少？能量值总计412点，距下一级进化尚需88点，还差一点，再扫一片就够了。肉哪儿来的？信号停下了，就在右耳附近，他在犹豫。再加点料，把那只死水鼠扔下去。连死水鼠都扔下来了，看来有人盯上我了，想一路把我引到浅水区去。想抓我没门儿，等我再去进化几级。能量强度还在攀升，升空方向所有人撤离。陈叔，先往后撤。我要回来的，我就在这儿等。安排外围疏散，指挥点不撤。阿满，恭喜宿主化胶成功，进化为雷胶，电压5000伏，防御力6级，恢复速度5级，新增主动技能天雷引，引动天象降下一道自然落雷。每次使用需消耗大量能量值，并进入冷却。恭喜宿主达成成就，雷胶出城，奖励被动技能雷鳞甲壳，鳞片表面自动附着微弱电场，可抵消部分物理伤害和电流冲击。终于能说话了。回来了，爸，我回来了。部长，申阳会母蓝在公海失去联系，最后回传数据显示，培养舱中那头未完工的灭世雷龙胚胎，在30分钟前自行激活，撕废舱壁，消失在深海中。11处遗迹，全部标注高密度变异生物活动。申阳会选点不是随机的，每处遗迹的报告里都提到过不明能量残留，现在看来，这就是灵石的残留能量。古代超自然现象遗迹，这份是40年前的，调查员写了一半就被勒令封存。那时候没人信，现在信了。申阳会已经信了200年。他们在全球搜集遗迹，龙国11处，境外至少还有20处以上，每一处都残留灵石，每一处都被他们用来催化变异生物。也就是说，龙国是最大的实验场，因为龙国境内的灵石矿脉最密集。申阳会不是来偷技术的，是来就地取材的。7个毁域只是测试，真正的武器化培育在母船上，用灵石驱动核心强行催熟雷龙胚胎，可他们控制不了。部长，有最新卫星图像传回，已经发送到周助理平板上。技术部采集到异常电磁信号，已经解析出来。解析出来的结果是，这个异常电磁信号与陈满之前发出的信号相差无几。是那头逃走的胚胎。陈满，海上有情况。我感应到了，他就在深海里面。还有别的信息吗？他在找同类。找同类？他被强行催熟，自己孤身一个，在深海里释放电磁脉冲，试图找到跟他一样的生物。也就是说，他想找的是陈满。我感应到了，他在找我。李部长，我提议由我出海去查探情况。不行，这太危险了。如果这是针对你的陷阱，你去了就是自投罗网。你才回来没几天，又要出去了吗？你的伤都还没好。爸，没事的，我恢复速度很快。前几天我们检测到了一个相同的比较弱的信号，申阳会的右耳。你就听李部长的吧，说不定这就是个陷阱。他跟我同源，都是被他们造出来的。但他没得选，趁他还没被申阳会抓到，我还有机会会阻止这一切发生。爸，我能感应到他现在是什么状态。他放电是在求救，而且信号里面充满了孤独。你确定你的感应没有出错吗？我确定我的感应没有出错，他的电场很不稳定。如果我不去，申阳会残余会先找到他，到时候他们手里又有一头雷龙。周文在，调集人员为陈满全程护航，通知情报组把申阳会所有已知信息整理出来，让陈满查看。陈满，这次出击我给你全程情报支援，处理部提供最大限度的火力支持。记住，如果发现异常，必须立即后撤。明白。阿满，爸，我花椒那天说过，我会回
阿满，去吧，一定要平安归来。李部长，我出发了。一定要平安归来。快到了，海面上怎么会漂浮这么多尸体？全都是变异生物！停！我去查看一下前面发生了什么。是，陈满长官，请问是否需要帮助？这道蓝色电弧是那条逃出来的雷龙的。这威力，这条雷龙吃了这么多变异生物，恐怕已经脱离幼生体阶段了。我不能把李部长的人带去送死。情况有变，这条雷龙已经脱离胚胎阶段了，你们往后撤。收到，陈满长官。但是我们刚刚锁定到远处一艘静默的船只，卫星图像显示，那艘船只下面有一道巨大的阴影。我过去，你们留在原地，随时听我指挥。全体都有，原地待命。不对，这下面还有东西。这是神阳会的母船，怎么会沉在下面？难道他们放弃了？不好，沈阳会把母船自爆了！陈满长官！往后撤！没有蓄力，没有锁定，随便一击就破万伏。目标体内未检测到古龙逆鳞碎片，进化路径不完整，每次放电都消耗生命。他在透支自己。靠，船队都撤了吗？已撤回安全距离。长官，情况如何？我牵制他，你们别靠近。每次全力放电后有2秒停顿。能量值已满足进化条件，灵气浓度未达标，化龙条件未满足。缺的不是能量，是灵气。这片深海灵气早已枯竭。检测到残缺雷龙体内灵石碎片能量外溢，灵气浓度暂时达标。他在往外泄灵气，必须抓住这个机会。李部长，主塔一体内有灵石碎片，正在往外泄灵气，这是我化龙的关键。与其消耗，不如趁这股灵气还在，强行冲关。你放手进化，外围我守。全体注意，封锁这片海域，任何目标靠近，不用请示，直接拦截。这头雷龙被深寒会强行催熟，没有逆鳞打底，迟早自毁。系统开始化龙进化，灵气浓度达标，扣除全部能量值，开始晋升。本次进化预计耗时4日，请宿主确保环境安全。陈满，海面上我守着，你只管进化。命令沿海数军以陈满进化点为中心，附近海域全面禁航。所有船只已通知绕行。申阳会残余势力有动静，3艘不明船只试图从东南方向靠近，拦下来。不管用什么方法，在陈满完成进化之前，不能让任何东西靠近那片海域。进化还不够，还差得远。第3艘也拦下来了。
阳会残余全部被拦截在封锁线外。外围已经拦下5艘山阳会船只，他们疯了似的往这边冲。他还在海里，还在进发。老陈，你先去睡会儿，我等他出来。恭喜宿主进化完成，进化为灭世雷龙，体长80米，电压10万伏，防御力10级，恢复速度10级。天雷引技能已化为万雷归宗，达成成就灭世雷龙。万雷归宗。没事了，这一切很快都会结束。信号稳定下来了，周围的电磁场正在恢复正常。陈满，情况怎么样？暴走停了，他还活着，很虚弱，派人来接收。好，我马上调重型运输船过去，有特制隔离舱。按照我们目前的研究结果，他没有经历过完整的生长阶段，体内严重受损，电流一直在乱窜，身体在自我消耗。他能撑到现在，已经是个奇迹了。能保住命吗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，目前只能尝试暂时冷冻，先保住命再说。至于能不能醒过来，不好说。不用冷冻，他体内力量跟我同源，我来尝试救他。稳住了，生命体征暂时稳住了，但很弱。神国计划设计的7个水域实验室全部清剿完毕，缴获变异血清300余只，培养设备12套，抓捕涉案人员29名。我仔细扫过每个废墟，没有灵气残留。 7个实验室同样的设备，同样的血清，唯独灵石一块不在。会不会清剿前被转移了？7个实验室同时转移，除非有人提前知道我们要动手。我推测试验体只是表层，灵石核心血清从来不在。那会在哪儿？我查到一些蛛丝马迹，真正的核心在另一批人手里。通知情报组重启全部情报分析，重新开始查。明白。 部长，海底勘测组有紧急发现。母船下方沉船残骸里藏了5具培养舱，名牌标的为0号实验体。培养舱尺寸远超之前发现的任何培养舱。空舱，里面的东西呢？没有发现踪迹。变异血清、灵石粉末、营养剂酯。 分析部分析结果说，这培养舱直到母船沉没前还在用，里面的东西是活的。他们不止造了1条雷龙胚胎。0号实验体，编号比母船上那条胚胎还靠前，舱是空的，里面的东西去哪儿了？沉船残骸已全部搜索完毕，未发现实验体踪迹。沿海城市遭遇未知袭击，把画面放大。 这东西被控制了。沈阳会发布了通告，这不是单次袭击，他们列出了一份打击名单。这群杂碎想毁灭世界！动用重型战略武器实施饱和打击，不能再让他往前推进。那片区域还有没撤出来的居民，可那是唯一能破他防御的手段。 动静闹大了，你们怎么跟外界解释？一条龙，把它交给我，我一个人就够了。异常处理部队员负责疏散和外围风控，正面战场全部交给陈满。成年体灭世雷龙完全受控形态，体内检测到高密度灵石，核心能量储备近乎无穷，外部信号持续接入，操控来源未锁定。 Thank you.
万雷归宗。他后脑有个控制器，沈阳会就是靠这个操控他的。能切断吗？先得靠近。该死，通讯器坏了。他跟那条幼体一样，也是被强行制造出来的。我来帮你解脱，那个控制器，我一定给你拆下来。把微型装置拆了，它应该就能恢复了。入夜了，那帮人应该也走了。趁天黑再扫一圈，差一点就能再升一级。前面还有一群，今晚运气不错。王，什么时候？放电没用，这网是绝缘的。抓住了，老赵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信号定位准得很。确实是条电鳗，不过这么小一条，值300万。从研究站爆炸到现在，这湖里能活下来的变异生物，它是唯一一条。而且昨晚它的体长才这么点儿，今天已经长到半米了。这成长速度放在黑市可是天价，2天长半米。走，赶紧回仓房关着。这个缸专门关这种变异生物。这缸底是绝缘的。就是他，之前研究站里关过那么多变异种，没一个有他这个成长速度。活体送到黑市，保证是个抢手货。别跟我说这些，你直接说能卖多少？保守500万，给我点时间把他的数据整理出来，还能往上抬。好，成交。你负责资料，我负责找买家。鱼骨头，看来之前关在这儿的，没一个活着出去。
等我进化几次，分分钟逃出去。但现在得先攒够能量，找机会逃出去再说。控制器碎了，他体内的能量还是在暴走。他在透支生命，这样下去，别说我撑不住，他自己也会自爆。必须一击把他体内的灵石核心击碎，但是我现在做不到。前辈给的东西，不能就这么输在这儿。我不是被制造出来的，我是被传承下来的。你的时代结束了。全员敬礼！阿曼，一切都结束了，回家吧。爸，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，走吧，回家了。2天了，连口吃的都没给，这2个混蛋是想饿死我！老孙，买家有消息没？发了几个渠道，有人出到480万，再等等，能上500万。光饿着不长个儿，给他加点食物，品评好了，价钱才能往上抬。这条蛇前天到货就半死不活，留着占地方，让他跟电鳗做个伴儿，总有一个能活。水蛇给我加餐来了，受伤了还这么凶，先试试你的底。够快，不过你受伤了，持久战你打不过我。结束了，成功吞噬1级变异水蛇，能量值增加200点，能量值总计612点。200点，跟我升1级了。这么快，电鳗就把蛇弄死了，确实不错。我就说他不一般。趁那帮人没回来，赶紧把这蛇吃完。能量值增加20点，能量值总计132点，满足进化条件，是否开启？进化要时间，在这缸里不安全，先攒着，等有绝对安全的机会再用。这么晚了还有车，不会是买家到了吧？锁是新的，里面肯定有好货。动作快，天快亮了。全是变异种，这条蜥蜴至少3级。装楼，水缸里还有条电鳗，半米长，也值钱。砸缸拿火，别磨蹭。原来这群人是来抢货的，真是天助我也！缸一碎我就走。什么人敢来偷大爷我的东西？就是现在！老三中枪了，撤！笼子全破了，趁没人管，能吃多少吃多少。能量值增加180点，能量值总计812点，满足连续进化条件。800多点了，系统连续进化要多久？连续进化需消耗750点能量值，预计时间6小时，请确保环境安全。6小时，外面枪声还没停，现在进化太危险。有一方跑了，不管谁赢，马上就会回来搜这间仓库。
趁这个空隙多吞几只。老潘撑住，我拿止血带。电鳗，刚才那条电鳗，不对，刚才才半米，现在至少1.2米了，能趁乱吞食同类的变异种。原来你才是这个仓库里最值钱的东西。老三，你等着，抓住这条电鳗，咱们下半辈子不用干了。又来，你们这帮人就不能换个花样？着火了！这仓库里有化学品。火烧不到这儿，趁现在，系统开始连续进化。扣除750点能量值，开始连续进化，预计时间6小时。恭喜宿主连续进化成功，当前状态5级电鳗，体长1.2米，电压50伏，防御力1，能值62点，水陆2期，觉醒主动技能电光冲刺，达成成就烈火中重生，奖励进化点150点。1.2米，这一夜我从半米长到了1.2米。消防来了，这把火一烧，那个长官那边应该也会收到消息。趁人还没到，先离开这里。